大家好，我是超子。在我们烹饪当中离不开黄豆酱油、蚝油、蒸鱼豉油、辣鲜露、鱼露。那么您知道这几种调料该怎么用，都有什么特点吗？今天超子详细的给大家讲解，顺便给大家分享白灼汁以及复合酱油的做法。知识点比较多，干货满满，建议大家耐心看完，收藏起来。看完视频以后，保证您有所收获。前两期视频给大家讲到了生抽、老抽、味极鲜、一品鲜的特点及使用方法。还有一种我们常用的黄豆酱油没有讲到，这一期给大家分享。黄豆酱油介于生抽和老抽之间，它的颜色比老抽浅，味道不如生抽鲜。它的特点是酱香味比较浓郁，一般多用于炒菜、酱菜。它的价格比较亲民，经济实惠，包装简陋，在我们这里1块钱一袋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蚝油，它最早出现在粤菜当中，也是广东人常用的佐料之一。要知道蚝油，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生蚝。生蚝被称为海洋中的牛奶，生蚝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。真正的正经蚝油就是以生蚝为原料制作而成。蚝油的用途十分广泛，几乎所有的热菜、凉菜、主食、调馅、汤面都可以用到，还可以用来腌制各种肉类，可以弥补食材原味的不足，也可以增加食材的浓香和鲜美。尤其是我们在炒牛肉的时候，效果非常明显。虽然蚝油优势非常明显，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也有禁忌。一是在制作麻辣刺激、酸味较重、甜味突出的菜肴不适合用它；二是蚝油不适合长时间加热，在锅中煮的时间太久就会失去它的优势和优点；第三就是忌讳和料头一起下锅，在这种高温的状态下就完全丧失了它的个性；第四点就是蚝油非常容易变质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，打开盖子我们最好密封冷藏保存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蒸鱼豉油，豉油是两广一带的说法，说白了它的名字就是蒸鱼酱油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蒸鱼豉油它是专门为蒸鱼量身打造的一款酱油，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它还有很多用途，不仅可以用来蒸鱼，还可以用来炒菜、拌菜当蘸碟，味道一样鲜美。它是一款复制酱油，因此成分比较复杂，它的鲜味和香味都优于普通酱油，在烹饪当中多用于清蒸类的菜品和白灼类的菜品。等会儿我们讲到的白灼汁，它的成分主要就是蒸鱼豉油，在烧菜、炒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它，尤其是在烧鱼的时候，做凉菜，尤其是在做一些捞汁菜的时候，蒸鱼豉油和鱼露搭配味道独特。在日常烹饪当中，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增香提鲜的酱油来使用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辣鲜露，它是一种新型高度浓缩的调味料，这种调料现在在酒店、饭店非常普遍，家里面用的还比较少。辣鲜露的主要成分是辣椒、香辛料，还有糖、酱油等等。它的味道不仅仅是辣，还略带咸甜的口感，它是香、辣、鲜的一个结合。辣鲜露最大的优点和亮点就是鲜味和辣味能达到一个最大的均衡，给菜品一个多重口感的释放，可以和任何酱汁搭配使用，炒菜、凉拌菜、蘸碟、烧汤都可以使用。这一款调料在酒店非常普遍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鱼露，它是广东、福建地区传统的调味品，多用于粤菜和闽菜。它主要是以鱼虾水产品酿制而成。鱼露在烹饪当中用途非常广泛，主要用于提鲜调味，它的含盐量特别高，很多地区用它代替盐来使用，适用于煎、炒、蒸、炸、蘸碟、烧汤，味道非常鲜美。在腌制肉类，尤其是海鲜类食材时，它能很好的压制食材的腥味和异味。鱼露不适合长时间加热，因此最好在出锅之前再加入。其实鱼露就是一种水产酱油，只是它和普通酱油的原食材不同而已。它的优点非常明显，但是我还要告诫大家尽量少吃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款万用白灼汁，碗中放入1小勺味极鲜酱油、3勺蒸鱼豉油、半小勺鱼露、1小勺蚝油，根据个人口味放入适量的白糖、少许白胡椒粉，再加入半小碗清水，调好的料汁搅拌均匀，放到火上加热烧开。做清蒸菜或者白灼菜时，最后撒上五彩丝浇热油，再浇上我们做好的无清料汁就可以了。最后给大家分享一款秘制复合酱油，它的比例是一品鲜酱油50%，蒸鱼豉油30%，味极鲜酱油20%。这款复合酱油无论是炒菜、炒饭、拌菜、拌面、蘸碟，味道都嗷嗷鲜美。我真诚为大家分享干货，希望您看完视频以后给超子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